好，大家好，我是黑手阿姨。那我们今天邀请到 Connie 来跟我们谈那个 NLP 大揭秘。大家好，我是 5 Connie。年前的时候就听过 NLP，然后因为听起来又有点像邪教的感觉，就是他感觉很多技术，或者说心理学啊，或是把妹啊那些都是用 NLP 的技术，所以我就不懂到底 NLP 是什么东西。这是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发展 NLP 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这3方面的关系。我们全身都有很多的神经元，可能我现在摸到一个水壶，有一个感觉，然后它就会传递回来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神经元？就是说，很多我们的学习是跟我们的输入跟输出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语言。3个创办人 Richard Bandler、Frank Huselic、John Grider， 在大学生的时代，在整理笔记的过程中，发现萨提尔的语言是有模式存在的，所以他们就找到一个语言系的老师，问他说：“我们看到这些语言好像有一些模式，是不是如此？”那这个教授说：“很有趣哦，好像是这样子。”他们就3个开始研究。我们发现语言它不是只有表面的这些内容，它是有很深层的结构。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语言是有魔力的，是这个意思吗？是。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说，我们从小就是要写字。那我如果说有一个游戏，可能你也玩过，屁股写字，你会吗？屁股写字啊，好像可以啊，好像玩过。那你小时候有学过用屁股去写吗？没有。那屁股为什么会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字怎么长嘛。对。然后我就用我屁股去沿着那个字的线条去走，类似这样子。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学习为什么可以转换到别的部位的应用？就是手写以外，我们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写字的意思嘛，就是一个转换的部分。是在教练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人跟我说我现在要学习新的技能，好慌张的，因为过往我的技能是花了10年去学的，那么现在我在学这个又要10年，我人生有多少个10年？事实上，从我们刚才写字会发现，你已经有了写字的这个经验，那你就会教会你全身其他不会写字。所以听起来意思是说，是 NLP 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吗？对，可以简单的这样跟总结这句话，会不会太粗糙？不会，我们怎么样去教会我们其他部分，而不用从零再开始？所以它是归纳出很多的这种模式，对，等于说一个方块积木这样子，然后教我们把这积木拿出来堆叠，我就可以堆叠出一个新的学习方式，或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可以很快去学习。对，那最重要的是这些积木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里面就已经有很多块积木，但是我们是没有去看见，我就很自然的都会做。但是一旦这样的主管开始要带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我都会，那你为什么都不会？那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的积木跟你排列是不一样。那不是说谁的好谁不好，而是说你也没有用积木的方式教会他。你只是告诉他说1、2、3，我不是讲一遍，你为什么没看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语言的描述，其实背后很多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形状是什么意思？可以多讲一点吗？我们简单的测试，像我们拿一张纸，例如说我出一个叫热情，热情，画一个什么符号可以代表热情？我第一个想到就是热，所以有太阳。然后想到，这个好像跟马那种往前进那种冲劲有关系。我虽然跟你一样画太阳，对，但我感受到的不是它的温度，是电力。电力对我来讲，热情那个字里面是有能量的。所以你看，我们任何一个名词的背后就是一张图，我们背后这就是形状的意思。这就是形状。你看，如果我跟你沟通热情是什么，你想到的是马。会想到你的太阳的温度，是我们会一直鸡同鸭讲。我们不是太阳是有能量的，太阳跟温度，虽然我同意太阳是很热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能量。我们就一直在鸡同鸭讲。就算我们都上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大学、中学，我们出来排列组合不可能是一样的。那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争吵是说，好，你讲完了，然后我说我刚才跟你讲的一模一样。所以误解的意思是说，我们心中所的这个形状不一样吗？对 ，NLP 有一个前提假设叫做地图不是现场。地图不是现场。对 ，The map is not terrible。是有开车过的人都知道，GPS。但是我们常发现地图没有更新会怎样？
地图没更新就走错路哦。对啊，我就有一次开要去，不是走远路，明明对，就有我开到超近的海边，新路了。对不对？开到海边，我当然知道不能再开下去啊。但是这个地图明明就是画到海边啊，所以要跟着地图走，还是跟着现场走呢？对，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怀疑一下自己的地图有没有随着很多的环境时代去更新。所以地图的意思是说我脑海里面的这个形状吗？对。然后现场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接触到看到的实际世界或现实世界。是。所以我们脑中都有一个 database， 里面有很多我们过往的一些影像啊、声音。那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可是我们有没有随着这个时空应该要去更新？做软体更新的意思吗？是啊，迭代嘛。对。那如果没有呢，我们就一直活在过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 NLP 是帮助我们整理。对。那可以举些例子吗？我在教练大学生的职涯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说，打工的时候呢，我发现不太能理解我那个老板的说什么。好，那他要的为什么每次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体会到我不太会想。我进入职场第一年，好像又是一个零开始的改变。那我就会请他回想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他怎么锻炼出他思考，就在他的联考的准备，然后看重点。我说那重点怎么来？老师画的，那老师画很多，那你怎么记到脑中点？然后他就说，我怎么记？老师画的那堆，我还会画成图形。然后记得很多人在历史，他会画很多的图出来，很多的地理他会画。这是我们所谓的视觉型的人。听觉型的人呢，他就会需要制造很多的录音带，例如说他会不断的念出来那个音律，就好像例如说我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对啊，为什么？就有的人他可以这样子透过那个音律一句接一句，他会直接跑出来那个录音带。所以每个人录的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录影带，有些人可能录音带。对。那除了录影带就可能是那种只有画面的录影带吗？对，像我是不需要声音，有的人会有一点点，但是对我来讲，所以有些人可能更升级，有录影带，然后有声音，还有迭代的。再就是感觉型的人呢，他可能都是需要走动学习。那这一点在我们传统课程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像我们那个年代，你乱动一下，老师就说你为什么像虫一样，然后做好。其实对于感觉型的人学习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现在我们成人学习，通常蛮多老师都会说，如果你累了你可以站起来走走，甚至你在旁边伸伸懒腰，透过身体的一些舒展，会刺激你的一些。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很多同学跑来跑去，这其实是正常。对。老师知道 NLP 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容许很多课堂上不同的行为发生？是，所以我们的课堂不应该是做得这么整齐，然后甚至我们要容许。有些人就是喜欢坐第一排，有人喜欢坐中间排，有人喜欢坐最后排。你把感觉型人放到第一排，他是没在看的，他是在感知的。那你把视觉型人更靠近前面，会不会感知的更多呢？看每个人。其实据我知道，感觉型人比较喜欢后面，喜欢有点距离的感觉，有一点美感这样。不管是看什么，他要很近，他需要很接近老师。所以通常在我的课堂上，离我最近的，我通常会发现都是视觉型的人。不管我没有在写字，他也是要看到我这个人，看到我在比，他才会觉得他有在上课。我也是我去上课，我一定要坐第一排、第二排。我坐到后面，我就觉得，我好无聊，我在课，我在上课啊，我在这里分神了，对不对？对。要容许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去进行他们的学习。视觉型的、听觉型的、感觉型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同学习模式的整理嘛。对。NLP 里面有点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改写我们这个录音带的部分。那可以实际做一个案例，然后也同时邀请这个荧幕前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试试看。这有很难吗？这个很难吗？这个很难吗？